2003年10月8日，随着中国将锡金从外交部网站上亚洲国家名单中移除，这个曾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小小邦国，终究还是没能躲掉被印度吞并的命运。22天149次申请加入中国的梦想，也彻底化作泡影。那么，一心想要加入中国的锡金，究竟如何一步步被印度吞并？锡金的一次次苦苦哀求，又为何迟迟没能等来中国的回应？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一起看看锡金多次申请加入中国无果后，又是如何一步步成了印度版图的。锡金，一个从宗教、血缘、地缘关系上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在西藏建立，锡金被置于吐蕃的版图之下。此后长达1200多年时间，锡金一直为西藏所掌控，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直到19世纪，随着英国殖民者侵入印度，锡金的命运也由此迎来转折。从地理位置上看，锡金位于中国西南边陲偏远之地，地处尼泊尔与不丹两国中间，其总面积不过2800平方英里，人口区10几万。但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却是阻隔印度与西藏的重要屏障，对于中国扼守西南边疆领土安全至关重要。而在英国人眼中，锡金是他们借以威慑中国的跳板，因此早在1861年，锡金就被纳入到了英国保护国当中，脱离清政府掌控。1890年，清廷驻藏大臣与英印总督签署中英藏印条约，被迫向外国列强低头承认，锡金为英国单独保护管理，内政外交都交给英国来办理。从那时起，中国就失去了对锡金的政治主权。1910年，清政府与喜马拉雅山南麓几个国家的政治地位发生了争执，这里面就包括了锡金。清廷一再强调对不丹、尼泊尔、锡金三国的宗主国地位，但英国却拿中英藏印条约当理由，拒绝把锡金和不丹、尼泊尔混为一谈。最终，清政府不得不让步承认锡金成为英国的保护国。随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与英国成为了同盟国阵营的盟友。国民政府再次就锡金的主权问题向英国方面提出交涉，希望恢复锡金在中国的传统政治地位，并且锡金的王公也专门派遣了王子以及秘书等人前往新德里，要求英印总督归还锡金的主权。在这一时期，锡金人民高度认可中国权威，锡金政府也愿意承认中国而非英国的宗主权。只可惜，很快蒋介石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国内战争上，国民政府对锡金问题也不再上心，再加上英国人屡屡拿出中英藏印条约这一杀手锏，导致中国收复锡金的计划迟迟没有实质性推进，此事就这样被搁置。而当英国人退出南亚次大陆，印度迎来独立后，锡金则顺理成章成了印度人嘴边的一块肥肉。在印度独立初期，西藏地方政府曾一度想要收回包括锡金、不丹在内的失地，可尼赫鲁政府置之不理。1948年2月27日，印度还强迫锡金签订了维持现状协定，对合并印度锡金展开商讨。从1949年初开始，印度正式拉开了3步吞并锡金的序幕。第一步，煽动锡金国会党制造动荡，然后公然介入锡金政府，以改革为名成立国会，趁机控制了锡金。彼时的锡金大公常年酗酒，政府无能，国家税收效率低下，妥妥的一个烂摊子。英国驻印官员早早发觉了这一情况，并将此事通报给了印度。尼赫鲁政府随即派遣以拉尔为首的大批人员，公然介入锡金内部政事。拉尔对锡金整体进行了改革，设立了国会，组成了执行委员会，负责国家日常事务。在17名国会成员中，锡金原住民仅有6位。与此同时，印度称中国在西藏活动剧烈，竟公然将部队驻扎到了锡金北部，对中国领土虎视眈眈。接下来便到了第二步，在锡金制造政变，接管锡金政权。1949年2月，锡金国会与大公扎西朗杰展开谈判，国会要求成立内阁，扎西朗杰拒不接受。4月，谈判破裂，扎西朗杰要求逮捕国会党领导人，结果反被动乱分子包围王宫。印度如愿以偿，借机而入，一面保护扎西朗杰脱离危险，一面促成内阁临时政府。不过，扎西朗杰与国会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缓和，印度政府的大军更是直插锡金首府甘托克。迫不得已之下，扎西朗杰只能将锡金行政权拱手让出。6月4日，印度官员进驻锡金政府，并掌控了国家行政权。印度政府对外宣称，印军因锡金政权的崩溃来到甘托克，
印度政府应扎西朗杰要求接管行政，直到锡金恢复正常秩序。为掩护其非法行动，印度外交部也发布公告称，锡金国内动荡不利于印度边界安全。印军此举视为两国共同安全，是基于法律需要。甚至就连尼赫鲁也亲自下场解释，锡金大公与其人民发生矛盾，造成国家动荡，这种混乱局面实在令人担忧。印度政府在锡金的请求下采取了预防性措施。总而言之，印度政府在主动挑起锡金动荡，并公然伸出侵略之手后，却又极力强调自己是应锡金邀请前去恢复秩序，种种行为是合法之举。印军控制锡金不久后，刚刚组成的锡金临时政府也宣告解散。扎西朗杰的内阁首相之位做了不到2个月，便被彻底取缔。印度人的蛮横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然而，将锡金这块肥肉咬到嘴中的印度人对外界的评论不管不顾，并开始了吞并锡金的最后一步。印度迫使锡金签订条约，正式将其纳入版图。1949年6月，就在尼赫鲁刚刚发表完那番冠冕堂皇的受邀理论后，再次语出惊人的宣告：印度必须吞并锡金。理由是我们希望锡金归属印度。锡金这样的小邦没有国防和外交事务，它离不开印度。如此强盗般的逻辑，将印度人从英国那里学来的一套侵略做派彰显到了极致。同时，尼赫鲁还指出，我们每年支付给锡金补贴，如果我们停止供给锡金的经济结构，就将面临崩溃。基于以上种种，尼赫鲁直言，我们必须尽快吞并锡金，保证我们的领土不出现危险。甚至印度政府还厚颜无耻地提出要求，让锡金大公和国会领袖主动前来新德里，与印度方面商讨被吞并的事宜。到了6月中旬，尼赫鲁再度大放厥词，声称锡金不能回归中国，只能被我方吞并。锡金的利益与印度捆绑在一起，我们不接受其他国家介入。印度政府强硬地表示，锡金唯一的出路就是并入印度，由印度全面掌管其外交和国防事务，否则锡金必然走向消亡。字里行间处处都透着威胁的意味。于是，锡金政府和广大民众向他们更愿意承认的宗主国中国接连发送了近150条求救信息，试图并入中国的版图。只可惜，直到1950年12月，尼赫鲁正式发表吞并锡金的宣言时，锡金也没能收到中国的答复。这是为何呢？首先，咱们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对于印度吞并锡金这事儿，中国的态度向来是反对的。中国政府一再明确表示，中国坚决不承认印度对锡金的吞并，并且坚定支持锡金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捍卫主权而斗争。中国绝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一度做好了与印度一战、收回锡金的准备。1950年，印度公然将锡金纳入版图后，中国便立刻加强了西南边防。解放军于1952年4月11日在锡金边界举行升旗仪式，并计划采取措施对锡金到西藏的路线进行控制。与此同时，我军对锡金周边的检查站进行了调整部署，并对其进行了重新修缮与加固，还在通往锡金的春披河上架设了军用桥梁。在距离锡金北部边境仅2公里的扎披塘地区，解放军也新建了边境哨所。这一系列动作都透露出中国政府对锡金是有所谋划的。只不过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相当不利，因为朝鲜战争已经爆发。50年代初，当印度将侵略触角伸向锡金的时候，中国正深陷朝鲜战场的泥潭，前线战事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战场上，中国志愿军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国际压力空前，根本没有余力分神应付印度。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的印度身后却站着英美等一众西方国家。或者说，正是因为有着英美对中国的钳制，印度才有这个胆量向锡金动手。锡金沦陷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外交部严厉斥责，扩张主义者永远不会有好下场，印度也不例外。奴役另一民族、吞并另一个国家的人，不可能不受到惩罚。中国政府发出警告，印度吞并锡金的罪行，必将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抵制。以伤害他国为开端的印度新政府，最终也将以自我毁灭而告终。然而这一时期还未经历过对印自卫反击战惨败，自诩强于中国的印度根本不理会中国的警告。自此，锡金被印度政府牢牢控制，彻底脱离中国。而锡金在眼看无法摆脱印度的控制后，也只能认命般的停止反抗，慢慢融入印度。
历史上，西金毫无疑问是中国关系最亲密的属邦之一。然而，清廷1890年签署的中英藏印条约，让中国开始失去对西金的政治主权。屡遭国内外战火波及的中国，根本无力管控西南边陲主权，只能任由印度将西金吞下。现如今，西金已经完全融入印度的版图之中，昔日的西金王国早已不复存在。为什么在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之下，中国依然能够屹立不倒呢？长期以来，这一直都是困扰着西方世界的一道难题。而来自复旦大学的张维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之所以能够冲出重围，是因为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别开生面的崛起之路。正是这条崛起之路，既让全世界外围国家看到了中国方案的可能性，也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央大国永远无法忽视掉中国的存在。相信许多朋友一定都听过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如今的美国之所以要打压中国，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系自己的霸权秩序。包括之前美国在2022年发布的一份国防白皮书中，也明确地指出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和俄罗斯回到自己所构建的世界秩序中来。那么美国口中的世界秩序到底是什么呢？对此，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用了一套名为中心外围的理论给出了答案。而按照他的逻辑来说，美国就是世界的中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就应该成为中心的内容。为什么普雷维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里我们可以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的观点来给出答案。经济地位的形成直接受到生产关系的影响，因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源的分配方式，进而决定了个人或群体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简而言之，就是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地位。在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西方世界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西方的工业制成品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初级产品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国际分工的格局。而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下，双方的贸易关系也容易走向不平等。换句话说，处于中心位置的西方国家依靠自身的技术领先优势，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润。那些处在外围位置的国家，不仅得花上更大的价钱才能买到西方国家出口的东西，还得靠着西方世界建起来的红火市场，把自己产的初级产品低价处理掉。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以后，随着西方世界的发动机从英国换成了美国，这种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因为美国手里攥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与世界规则的制定权，而且还拥有着独一无二的军事力量和美元霸权保驾护航。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尽管有3次金融危机都爆发于美国本土，但最终遭殃受难的往往都是其他国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美国对世界的绑架，拥有对外围国家的收割能力。可以说，这一招美国屡试不爽，直到中国登上舞台。为什么中国能打破这个规则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如今的中国既是外围发展中国家的好伙伴，同时也是中心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者。换句话说，现在的中国可以说是自成一极。举个最近的例子，就拿俄罗斯来说，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大背景之下，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谓是层层加码，严丝合缝。在2023载，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居然还上涨了 3.6%，不仅远比全球平均数值要高，而且还让俄罗斯一举超越德国，成为了世界第5大经济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说白了，不就是中国拒绝跟西方世界同流合污，毫无底线地打压俄罗斯吗？由此可见，如今中国的存在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原本的世界秩序。外围国家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有西方一个选择，甚至可以说在极端情况之下，他们只和中国做贸易就已经能够满足自身的发展，所以也自然而然的没必要向美西方低声下气，放弃自身的主权。除了对外围国家产生的影响之外，中国对原本中心的西方国家来说同样至关重要。虽然我们总是能够听到有不少西方政客叫嚣着要与中国脱钩，但从这2年的现实情况来看，纵使是美国，也根本做不到在方方面面上都能避开中国。甚至客观来看，如今美国在经济和科技上对中国的依赖，已经远超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嫦娥6号顺利回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第一时间表示很高兴，希望中国能够分享月壤，却被中国以美国政府出台的沃尔夫条款禁止美国和中国科技交流而回绝一事。
可以说有今天的处境，美国完全就是在自讨苦吃。而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为什么会说中美贸易战、中美科技战最终输掉的一定是美国的原因。至少从表面上来看，现在的美国已经日薄西山，黔驴技穷了。因此，中国方案会在如今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自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世界上的外围国家有那么多，凭什么只有中国能够取得成功呢？这是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为什么西方的围追堵截会在中国面前失效的原因，因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特色化崛起之路。什么是中国特色化崛起之路？这里我们可以拿中美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对比进行说明。首先，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前2的经济体，在现代化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存在共性的。我们不可否认，中国作为后来者，在一些领域上确实还和美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这个差距却是肉眼可见的在不断缩小的。尤其是人民的预期寿命，在2020年中国就已经超越了美国，新冠疫情之后差距甚至一度扩大到了2岁。而在这一数据的背后，正是中国这10几年持续深化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是医疗领域不断创新的结晶。除了这些共同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还有着美国不具备的独特之处。比方说，中国现在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是一种超大规模人口的现代化。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政府治理面临的挑战也就越多。就像同样身为人口大国的印度，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除封建社会的陋习，种姓制度与性别歧视依然根深蒂固，这毫无疑问严重阻碍了印度的现代化进程。由此足以见得中国取得现代化成就的不可思议。更何况如今的中国还在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2021年2月25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彻底消除了国内的极端贫困。要知道，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可是拥有高达7.7亿的贫困人口。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想要彻底脱贫，每年至少要让1000多万人富裕起来。而按照联合国的标准，1000多万已经可以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了。当然，脱贫只是起点，并不是终点。在不久的将来，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将成为我们新的目标。或许在今天看来，这一切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在40多年前的今天，让中国彻底脱贫，又何尝不是一个大胆的梦呢？最后，中国的现代化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现代化，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现代化。回顾过往的10几年，西方国家总是时不时拿气候问题来卡中国，试图阻止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甚至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公开表示，让中国人过上和美国人一样的好日子就是世界性的灾难。然而在10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幅却超过了世界所有国家的总和。在2021年，中国更是仅用了3%的能耗增速，就支撑了自身6.6%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由此可见，比起仅占全球5%的人口，却消耗了全球23%能源的美国人，中国人绝对算得上节约的。更何况在最近的这些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绿色转型，完成碳中和。而美国却在前总统特朗普的带领下主动退出了气候协定，还叫嚣着全球变暖就是个谎言。对于这事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该说啥，这差距立马就显出来了。再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比比，他们那条带着殖民和掠夺味儿的崛起路子，咱们中国的崛起可从来没损害过任何别的国家。不光没损害，中国的崛起反倒成了其他国家发展的好机会。这没啥好怀疑的，这在习惯了零和思维的美国人眼中是难以置信的，所以其一直试图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但美国所不知道的是，中国早已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当中，相反，他自己才是世界最大的威胁。敌人是消灭不完的，每当一个敌人倒下之后，只会有更多的敌人站起。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喜欢战争，厌恶和平，战争只是走向和平的途径罢了。正是因为看到这些，在中国数十年的发展中，我们一直秉持着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观点。我们不稀罕卑躬屈膝的求施舍，同时也不期望高高在上的一家独大。事大国以威严，给小国以尊严。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国从外围成功逆袭到中央的原因。不是中国做对了什么，而是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好啦，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
感谢你的观看，希望得到你的订阅，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